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肾脏功能不好的朋友在选择鱼肉时最容易踩的坑，以及怎么吃才能真正顾好肾脏，不加重身体负担。亲爱的朋友们，我在门诊遇过无数个类似的状况，其中有一位69岁的李伯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住在云林，个性朴实节俭，平常就很注重饮食健康。确诊慢性肾脏病第2期之后，更是格外小心，一心想靠饮食把身体调养好。身边亲友都告诉他，年长者多吃鱼最合适，肉质细嫩，好消化，又能固心血管。李伯伯听了之后，3餐几乎都少不了鱼，有时煮海鱼，有时搭配鱼干，有时候1天2餐都以鱼为主。他还跟我说，现在红肉都不吃了，只吃鱼，肾脏一定会比较轻松。没想到半年后回诊检查，结果让他又惊又慌，肾功能相关指数直直上升，脚部水肿，气色差，整天疲倦没精神。他很无助地问我，医师，我明明都吃对身体好的鱼，为什么状况反而变差了？亲爱的朋友们，李伯伯的遭遇一点都不特殊。很多肾功能不佳的朋友都以为只要是鱼就对身体有益，多吃就能养生。但其实真相完全相反，并不是每一种鱼都适合肾友。有些鱼的钠、磷、普林含量偏高，会让肾脏负担大幅增加，长期下来功能慢慢衰退，我们却毫无察觉。吃错鱼、水肿、夜尿、疲劳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我时常跟患者说，吃对是药，吃错是毒，同样是鱼，有的能让肾脏休息修复，有的却让肾脏不停加班，无法喘息。差别就在你有没有选对鱼种。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完整告诉大家4种特别适合肾友食用的鱼，经常吃能减轻肾脏过滤压力，蛋白质好吸收，还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帮助身体减缓发炎。同时我也会清楚说明4种鱼再好吃也要尽量避开，吃多容易让肾功能指数上升，加快肾脏耗损。我相信看完这支影片，你平常选鱼、吃鱼的方式一定会彻底改变，吃对饮食，肾脏更稳定，睡眠更安稳，身体也更轻松。影片最后，我会分享一种台湾乡间很常见的鱼，价钱亲民，取得容易，却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护肾好食材。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说不定这道菜就在你家厨房里。在开始之前，如果你重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也愿意把这些实用知识分享出去，麻烦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帮助更多人学会保护肾脏，守住健康、快乐与生活品质。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第一种，淡水鲷鱼，价格平价，取得方便，对肾脏特别温和。亲爱的朋友们，说到淡水鲷鱼，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不管是煮汤、清蒸，都是家里很常见的菜色。这道平凡的家常菜对肾脏其实有很不错的保护效果。肾脏整天默默运转，是身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之一。现代营养也认为，淡水鲷鱼对肾功能减退的人来说是很温和的天然食材。它最大的好处是蛋白质优质，好消化，代谢后产生的废物少，不会给肾脏带来多余负担。每100克鱼肉大约含有17到19克蛋白质，能补充体力，又不会加重肾脏工作量，而且它的脂肪含量很低，100克只有2到4克，不会让血脂、胆固醇上升，这2项都是影响肾功能稳定的关键。除此之外，还含有钙、磷、铁与维生素 B 群，帮助造血、固骨骼，改善长辈常见的疲劳、腰酸问题。我在门诊和社区讲座时，常分享一个真实个案。有一位73岁的台南长辈，同样是第2期肾脏病，平时容易累，手脚轻微水肿。女儿听从专业建议，每周3次帮她煮鲷鱼汤，搭配新鲜蔬菜。半年后，这位长辈告诉我，身体变得比较轻松，食欲变好，气色红润，脚部的水肿也明显消退。回诊时，医师也称赞他选对食材，家常又安全。
很适合固肾。台湾相关营养研究显示，淡水鱼的蛋白质相较玉红肉能减少肾脏大约1/4的过滤负担，长期适量食用有助于稳定肾功能相关指数。所以大家可以把淡水鲷鱼当成照顾肾脏的好帮手，让肾脏适度休息，身体又能获得足够营养。专家建议肾友每周吃2到3次最合适，料理方式以清淡为主，清蒸、清炖、煮汤、煮粥都可以，尽量不要油炸。高温油炸会让脂肪氧化，流失营养，还会产生对肾脏不友善的物质。如果你家本来就经常煮鲷鱼汤、姜丝蒸鲷鱼，我真的很认同，有时候一道简单的家常菜就是延长肾脏健康的关键。第二种，鲈鱼，补充体力，改善水肿，帮助身体减缓不适。亲爱的朋友们，提到鲈鱼，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通常是生病后用来补身体的鲈鱼粥。从老一辈开始，鲈鱼就是补元气的食材，能帮助恢复体力，改善气色。很多人不知道，鲈鱼对肾脏也很友善，特别适合肾功能指数偏高、有轻微水肿的人。营养分析显示，每100克鲈鱼含有19到20克蛋白质，脂肪含量低，又很好消化。它的蛋白质是人体需要的完整蛋白质，含有必需氨基酸，肉质软嫩，好吸收，能减轻肾脏代谢压力，补充能量，又不会让体内废物堆积。鲈鱼之所以受到中医与现代营养的认可，是因为含有丰富的白蛋白，能帮助维持身体水分平衡，减少水肿状况，对肾小球功能较差的人特别合适。简单来说，固定吃鲈鱼既能让肾脏工作更轻松，也能帮身体调节水分，减少手脚、脸部浮肿，这是很多肾友都有的困扰。另外，鲈鱼还含有天然的氨基酸成分，有助食怪减缓发炎，修复组织，适合手术后慢性病调养，也能减轻肾脏的慢性发炎状况。所以鲈鱼不只是补身食材，更是温和的调理选择。我在社区健康服务时，遇过一位66岁的高雄阿姨，第2期肾脏病治疗后容易疲倦、食欲差，脚踝还有轻微水肿。儿子依照营养建议帮她煮鲈鱼粥，加一点香菜和姜黄，帮助减缓发炎，促进循环。持续2个多月后，阿姨说身体变轻松，食欲好，睡得沉，水肿状况明显改善。回诊时，肾功能相关指数也维持稳定，医师特别鼓励她继续保持。台湾营养专家也表示，鲈鱼是营养均衡、性质温和的鱼类，能帮助肾脏维持正常功能，减少慢性发炎。不过大家要特别注意，料理方式决定效果，煮粥、清蒸、清炖最理想，尽量减少油炸，高温油脂会产生氧化物质，对慢性病朋友，特别是肾友比较不适合。如果你觉得这段分享很实用，麻烦在下方留言数字2，让我知道你还在持续观看，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第3种，鲑鱼富含 Omega-3， 固心血管，减轻肾脏发炎。亲爱的朋友们，在海鲜食材中，鲑鱼一直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选择，对长辈、肾友以及心血管较弱的人来说都很合适。它不仅美味，更是天然的营养来源，能帮助身体减缓发炎，保护血管，减慢肾功能下降的速度。每100克鲑鱼含有将近2克的 Omega-3 脂肪酸，这是被多项研究证实对心脏和肾脏很有帮助的营养素。Omega-3 能在细胞层面帮助减缓发炎，减少水肿，稳定血压，还能降低尿液中蛋白质流失，这是慢性肾脏病早期很重要的观察指标。尿液中蛋白减少，代表肾小球的过滤膜获得保护。对长辈来说， Omega-3 还能降低坏胆固醇，预防血管硬化，这2项都是造成肾脏血流不足、功能下降的常见原因。血液循环稳定，肾脏供血充足，功能衰退的速度自然会放慢。换句话说，每周吃1次鲑鱼就能温和滋养肾脏，不需要依赖昂贵的营养品。值得一提的是，
鲑鱼还含有维生素 D、锌和虾红素，都是很好的抗氧化营养素。维生素 D 帮助钙质吸收，固骨骼，稳定血压；锌能减少氧化压力，保护肾细胞。虾红素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抗氧化效果佳，能帮助细胞维持健康，保护肝脏、心脏与肾脏。我有一位69岁的台东患者，有高血压和第二期肾脏病，之前不敢吃海鱼，担心盐分伤肾。接受饮食指导后，他每周2次吃清蒸鲑鱼，搭配姜丝、水煮蔬菜和软饭。大约3个月后，他说身体变轻松，夜尿次数减少，血压更稳定，食欲和睡眠品质都变好。回诊时，肾功能指数维持稳定，坏胆固醇也明显下降。这就证明吃对食物，身体会自己慢慢调整。台湾营养专家也建议，长辈每周至少吃2次富含 Omega-3 的鱼类，鲑鱼就是很理想的选择。但一定要注意料理方式，清蒸、清烤、煮汤最好，避开油炸、罐头鱼、腌制鱼。这类加工鱼钠含量高，会让肾脏负担加重，造成水肿、血压上升。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曾经用鲑鱼调养身体吗？有的话，留言数字3。如果你有清蒸、清炖的简单做法，也欢迎分享，让大家一起学习。你的一个小经验能帮助更多长辈吃得正确，活得健康，顾好肾脏与心脏。第4种，草鱼，含锌丰富，重金属风险低，适合长辈与肾友。亲爱的朋友们，草鱼是台湾很常见的家常菜，营养价值高，也受到现代医学的认可，特别适合长辈肾功能不佳、指数偏高的朋友。草鱼最特别的地方在地含有丰富的锌，这种矿物质能帮助保护肾细胞，提升免疫力。人到老年，身体抵抗力慢慢下降，适量吃草鱼，能帮助减缓慢性发炎，延缓细胞老化。我常说，长辈的健康不只是按时服药，更要选对食物当作健康羁绊。草鱼就是很值得列入菜单的选择。首先，草鱼的重金属汞含量比许多海鱼更低，对肾友来说安全性更高。汞属类重金属，主要依靠肝脏与肾脏代谢排出。选择草鱼，就是给肾脏选择温和、低负担的食材。其次，草鱼的蛋白质好吸收，饱和脂肪低，滋养身体，又不会加重肾脏工作量。第三，它含有维生素 B 群、钙、磷，能固骨骼、强体力，维持头脑清晰，是长辈很需要的营养素。专家建议草鱼每周吃1到2次就足够，料理方式简单就好，清蒸、清炖、煮清淡汤品都可以，绝对不要油炸。高温会破坏有益的微量元素，还会增加多余热量。草鱼价钱亲民，容易购买，含锌、低汞，是顾肾脏、顾心脏、顾全身健康的好选择。可以说，这是台湾乡间送给我们的朴实礼物，健康价值一点都不输昂贵的进口鱼。接下来第2部分，4种肾友一定要尽量避开的鱼。第1种，鱼肝、鱼酱，香气浓郁，却是肾脏的隐形负担。亲爱的朋友们，对很多台湾人来说，鱼肝、鱼酱是家乡的味道，咸香够味，配饭特别好吃。但对肾功能不好、指数偏高的人来说，这类食物暗藏风险，悄悄影响健康。鱼肝、鱼酱最伤肾的原因是盐分含量过高，每100克鱼肝，盐分大约有3到5克，远超过每日建议摄取量。体内盐分过多会造成水分滞留，血压上升，组织浮肿，肾脏必须加倍工作，才能把多余盐分排出。对肾友来说，这就像让已经疲劳的肾脏继续硬撑，时间久了一定会耗损。不只是盐分，在腌制、日晒、发酵的过程中，鱼肉还会产生防腐剂、组织胺和亚硝胺，这些物质会引发发炎反应，长期食用也会影响细胞健康。就算是健康的人，也应该减少摄取。肾友本就有慢性发炎问题，再吃这类食物只会雪上加霜。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肾友每日钠摄取量要严格控制，这代表鱼肝、鱼酱、腌菜、罐头食品
都要尽量避免。改吃新鲜鱼肉，用清淡方式料理，清蒸、煮汤、清烤都很合适。清淡的口味一开始可能不习惯，但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身体更轻松，水肿减少，睡眠品质变好，肾脏也能更轻松运作。鱼干、鱼酱是记忆中的味道，是早年生活的食物，但到了这个年纪，我们要用更理性的角度看待，有些曾经的餐桌美味，现在已经变成肾脏的敌人。吃得越多，病情进展越快，进入严重阶段的风险也越高。第二种，大型深海鱼，价格昂贵，却可能累积重金属负担。亲爱的朋友们，长久以来，深海鱼都被视为高档营养食材，对心血管有益。很多人还以为吃大型海鱼，像是旗鱼、剑鱼、鲨鱼，营养更丰富，体力更好，头脑更清晰。但对肾功能不好、指数偏高的人来说，这类鱼反而可能带来双重负担。因为体型大、寿命长的鱼，体内容易累积重金属汞，这是肝脏和肾脏的代谢压力。汞进入身体后会附着在肝肾组织中，健康的肾脏还能排出一部分，肾功能不佳的人，汞会慢慢堆积，引发发炎，损伤肾细胞，加快肾功能衰退。研究也显示，经常食用旗鱼、鲨鱼、剑鱼的人，肾功能出现问题的风险比吃小型鱼、淡水鱼、低汞鱼的人高出大约30%。不只是汞，这些食物链顶端的大型鱼还可能含有铅等其他重金属，长期累积下来，不止伤肾，也会影响肝脏、神经与心血管。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鱼的体型越大，寿命越长，累积毒素的可能性越高，经常吃就等祸，把重金属慢慢吃进身体。肾友就像已经扛住重物的人，再增加额外负担，很快就会支撑不住。台湾营养专家建议，肾功能不佳、高血压、指数偏高的人要避开旗鱼、鲨鱼、剑鱼、马头鱼等大型海鱼，这类都是汞风险偏高的鱼种。如果想从海鲜补充营养，可以选择小型鱼，像是沙丁鱼、秋刀鱼、鲑鱼这类鱼 Omega-3 丰富，重金属风险低，好消化，对肾脏比较友善。这件事儿也告诉我们，昂贵的食材不等于最健康，特别是对肾友来说，很多大型海鱼外表好看，肉质扎实，却藏住看不见的代谢负担，吃得越频繁，重金属累积越多，影响是缓慢却持久的。如果你觉得这段分享很实用，麻烦留言数字4，让我知道你还在关注健康，和我们一起过高品质生活。第三种，罐头鱼，方便快速却高盐，含添加物。亲爱的朋友们，罐头鱼是方便的代表，打开就能食用，不需要处理，不需要料理。对很多长辈来说，尤其是独居的朋友，购买新鲜鱼，处理清洗有点麻烦，罐头鱼就成了经常性的选择。看起来方便又省时，但对肾友来说，经常吃罐头鱼是很伤身体的习惯。专家最担心的就是罐头鱼的盐分过高，为了长期保存，厂商会添加比新鲜鱼多2到3倍的盐。100克的罐头鱼钠含量可能超过500毫克，将近肾友全天建议摄取量的1/3。盐分会让身体积水、水肿加重，血压上升，肾脏过滤负担变大，长久下来会影响肾小球功能。年轻人肾脏代偿能力较好，年过60的长辈，长期这样食用风险相对更高。罐头鱼不只是盐分高，还含有防腐剂、加工油、人工香料，这些物质只有保存效果，没有营养价值。进入身体会刺激发炎，损伤血管内壁，降低肝肾代谢能力。有些罐头鱼还浸泡在甜酱里，或是用氧化油加工，产生反式脂肪，对心血管和肾脏都不友善。台湾近期研究也显示，长辈经常吃罐头食品，高血压和早期肾损伤的风险比吃新鲜鱼、简单料理的人高出1倍。专家建议，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朋友要尽量避开罐头鱼，真的不得已要食用，先用热水冲洗，去掉部分盐分和油脂再吃。
亲爱的朋友们，罐头鱼虽然方便，但背后是健康的代价。吃得越多，肾脏越疲劳，血压越高，身体越容易虚弱。我们长辈应该选择新鲜鱼肉，简单料理，少放盐。这才是最自然、最持久、最安全的养生方式。我想问问大家，你家餐桌上经常出现罐头鱼吗？还是只有忙碌时才会吃？如果你曾经改吃新鲜鱼，有没有感觉到身体状况变得更好？第四种，大量养殖的鲶鱼、科鱼类，例如巴沙鱼，便宜好煮，却可能加重肾脏负担。亲爱的朋友们，巴沙鱼是市场上很常见的鱼种，价格低，容易购买，肉质柔软，料理快速。很多家庭，特别是长辈，经常买来当日常菜色。但这种便宜方便的背后，对健康有潜在风险，特别是对肾功能不佳、指数偏高、有心血管问题的人。首先，这类鱼的脂肪含量偏高，腹部油脂多，吃起来比较油腻。健康的人吃可能觉得美味，但肾友吃多了，饱和脂肪会让血脂上升，引发脂肪肝，加重肾脏过滤毒素的负担。肾脏本来就虚弱，还要处理多余脂肪，等到被迫加班工作。很多人不知道，连续吃几个月巴沙鱼，三酸甘油脂和胆固醇就可能明显上升，间接增加肾脏压力。其次，大量养殖的鲶鱼、科鱼类养殖环境较密集，水质更换不及时，可能接触到残留药物或重金属，鱼体容易累积代谢负担。我们食用后，肝脏和肾脏必须加倍排毒，对肾友来说是双重压力，既要过滤血液，又要排出毒素。另外，巴沙鱼的蛋白质品质比不上天然淡水鱼，必须氨基酸含量较低，吃多了不容易消化，还容易胀气。长辈消化酶较少，更不适合大量食用。我遇过一位66岁的彰化患者，平常几乎天天吃红烧巴沙鱼，觉得便宜又好煮。1年后，他容易疲劳，气色暗沉，脚部轻微水肿。检查发现血脂偏高，肾功能相关指数也超出正常范围。听从建议改吃清蒸鲈鱼、草鱼、清烤鲑鱼后，只花了4个月，身体状况就明显改善，气色变好，睡眠变好，血压也慢慢稳定。台湾营养专家建议，肾病、代谢不佳的朋友要避开大量养殖的鲶鱼、科鱼类，改选淡水鲈鱼、鲤鱼。新鲜鲑鱼这类鱼更好消化，饱和脂肪较低，真的要吃巴沙鱼，只能少量食用。选择瘦肉部分，去掉腹部脂肪，用极清淡的方式料理，减少用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选择食物经常图便宜和方便，但这种方便可能要用健康来交换。对肾友来说，经常吃大量养殖的鲶鱼、科鱼类，等多省下一点钱却伤了身体，真的值得吗？接下来第3部分，肾脏专科医师的专业建议。亲爱的朋友们，为了让内容更科学、更客观，我特别向台北荣民总医院肾脏科主任请益，他拥有超过30年的临床经验，长期陪伴肾友对抗疾病。他说，对肾友来说，药物只是一部分，饮食才是守护肾功能的基础。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吃对饮食，肾功能可以稳定很多年，吃错饮食，短短几个月，指数就可能大幅上升。病情快速进展，鱼类本身是很好的营养来源，蛋白质好吸收， Omega-3 对心血管有益，但关键不是吃不吃鱼，而是选对鱼，吃对量，用对料理方式。根据医师的建议，新鲜鱼用清淡方式料理，清蒸、清炖、煮汤，最适合肾友。鱼干、鱼酱、罐头鱼，因为高盐含添加物，要尽量避免。肾友每周吃鱼2到3次，每次大约80到100克，依照肾功能状况调整。优先选择淡水鱼、草鱼、鲈鱼，脂肪低，好消化，重金属风险低。相反，旗鱼、剑鱼、鲨鱼等大型海鱼汞风险偏高，肾友要绝对避开。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也显示，慢性肾脏病朋友固定从鲑鱼等鱼类补充 Omega-3， 病情快速进展到严重阶段的风险可以降低大约1/4。
台湾肾脏医学会的数据也显示，将近40%因肾脏病住院的患者都有经常食用鱼干、鱼酱、罐头鱼的习惯。这些数字告诉我们，错误饮食的影响非常大。日常饮食对肾脏的保护比昂贵补品更重要。医师还分享了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的真实个案。一位71岁的新竹长辈平常很喜欢吃鱼干，觉得配饭好吃又方便。短短1年，就从第2期肾脏病进展到第3期，指数飙升，水肿，整天疲倦。听从医师建议，完全戒掉腌制鱼，改吃清蒸淡水鲷鱼、姜丝煮草鱼，偶尔吃清蒸鲑鱼。半年后，指数恢复稳定，身体轻松，食欲好，睡得香，精神也变好很多。这不是奇迹，只是饮食上一个小而正确的改变带来的真实改善。医师说，肾友不用完全忌口，只要学会选对种类就好。记住3个黄金原则：第一，优先选择淡水鱼、河鱼；第二，适量食用小型海鱼；第三，远离鱼干、罐头鱼、腌制鱼和大型海鱼。最重要的是，清淡饮食才是固肾的关键。医师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补品很贵，但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免费的。吃得对，睡得好，心情平和，任何药物都比不上自己的身体。确实如此，固肾的关键有时候不在医院，而在我们的餐桌上，一碗清淡的鲷鱼汤，一块姜丝草鱼，一片清蒸鲑鱼，都是天然温和的食材，能让肾脏一天比一天更稳定。如果你认真看到这里，麻烦在留言区留下数字6，让我知道你学到了实用知识，觉得有帮助。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不是所有鱼都适合肾友调养身体。有些家常鱼能滋养身体，稳定指数，帮肾脏减负担。有些看起来无害的鱼，却高盐、高毒素、坏脂肪多，让肾脏天天承受重担。我知道改变饮食习惯不容易，尤其是鱼酱、鱼干，承载住童年和家乡的记忆。但请你想一想，舌尖一时的味道，值得用一辈子的健康去交换吗？肾脏日夜帮我们净化身体，也需要我们用每一次饮食选择好好爱护它。想象一顿简单的晚餐，一碗鲷鱼汤，一份姜丝草鱼，清淡清蒸鲑鱼，朴实家常，却是最安心的调养。今天做对一个饮食选择，或许就是未来好几年健康陪伴家人的关键。亲爱的朋友们，健康从来不是大事，而是每一次吃饭的小决定。吃对一块肉，滋养身体；吃错一块鱼，悄悄伤肾。选择权一直都在我们自己手上。结束前，我想问问大家，4种固肾好鱼里，你打算从哪一种开始改变？请在留言区留下对应的数字，让我知道你和我们一起认真守护健康。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很实用，麻烦按赞、订阅、分享给亲友，特别是有肾脏困扰的人。今天一个小分享，可能帮别人避开一个大错误，守住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始终相信，今天好好顾肾，就是守护明天安稳的老年生活。安康从3餐开始，从熟悉的食材开始，选对吃对就够了。祝愿各位肾脏稳定，心脏健康，精神愉快，每一天都活得轻松自在，圆满陪伴身边最爱的人。